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盘中速解读，我是总哥哦。今天呢是2025年的9月1号晚上的9点01分，每天晚上的9点，美股开盘前的半个小时，我在这里跟你一起用纪律来换取财富自由。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那今天呢，刚好是2025年的9月开始，正好是这个开学日，也是父母的解放日，正好呢，今天的台股的回档特别的严重。到底是台股的下跌日呢，还是台股的转折日？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首先会先跟着大家来看看中国市场，从这个 PMI 的数据到股市的反弹，咱们来拆解这一波的中国股市到底是真正的复苏的行情，还是政策春药打出来的短暂繁荣。接着呢，我们一样在节目当中会带着大家转向这个美国，聊一下最新这个公布的美国第二季的 GDP 的数据，以及上个礼拜美国核心的 PCE 的一个通膨的压力，还有美国联准会在降息上面的两难的问题，以及政治的动作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的政治动作，还有美国最高法院对全球关税的一个裁决，会否影响到接下来的市场情绪？最后呢，咱们还是会聊聊今天一大早全台湾都在聊的这个9月的魔咒，到底对股市是一个惯性的历史挑战，还是大家不用担心的转折的抄底机会呢？还有黄金跟油价的一个联动。最后提醒大家接下来要有什么样的机会以及风险。首先呢，我们先聊一下中国股市那大家都知道，心里面都明白，目前的中国经济的一个动向跟中国的股市的强势似乎有一点背离。到底是中国政策打出来的春药行情，还是中国股民所期待已久的10年牛市呢？结果我们先不来看在最新公布的8月的中国采购经理数据 PMI 出来之后，就显示中国的经济似乎还是没有办法摆脱7月的疲软的状况。你就想一下现在中国的制造业的活动依旧是非常的疲软，只是比原本的好一点点而已。结果呢，如果说我们去细看里头的细部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的市场的需求依旧是非常的低迷。最惨烈的是什么呢？肯定各位知道，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建筑业这个楼地板的问题光是这个8月的收缩的幅度竟然创下这个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那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建筑业的指数跌到49.1，跌破了50的龙骨线。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自从这个疫情过后2月的疫情爆发到现在，指数跌到26.6以来的最低点。那中国国家统计局也说这个是因为中国连日来的高温以及多雨的天气。但是你我都知道，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状况一直往下走，才让中国的建筑业的压力如此之大。那当然呢，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的糟糕包括像中国的服务业的景气确实有点回温，主要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暑假的旅游还有股市这一波上涨所带动的。可是问题来了那假设靠这种所谓的短期的暑期的效益，或者是这一波股市涨假的话，会不会是昙花一现？会不会不具有可持续性？加上今天也开学了，这个暑假终究是会过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这个又跳掉了，稍等一下，画面突然跳掉2-3天没开直播，马上就落赛。好，跑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一个 PMI 的状况。这张图非常的显明就是跟过去现在来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中国官方的制造业的 PMI 以及非制造业的 PMI 在2024年跟2025年的一个变化。从上面这张图你可以看得出来白色线代表的是中国制造业的 PMI， 黄色线肯定就是非制造业的一个 PMI。 可是你看得出来这个制造业的 PMI 在2024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还在45到50左右徘徊，很多时候都是低于龙骨值50以下。那就代表过去的中国的制造业需求真的是很疲软。可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个白色线依旧是偏弱的，虽然上半年有一点点的波动但下半年呢有稍微的回稳，可是呢终究还是在龙骨值以上，还算是勉强着贴着50左右。这代表什么？代表是中国的制造业目前还是没有看到复苏的动力。可是反过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黄色线的部分，这个
非制造业的 PMI 2024年它的高点就曾经出现在去年的3月，差不多就是52到53左右，那后来就慢慢的回落，那全年呢都是维持在50到51的区间。可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几个月都还算是比较低迷的，结果到了最近反倒是有点回升了，又回到52左右。这代表什么？在政府的支持之下这个中国的服务业跟制造业的活动稍微有所改善。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把这个2025年跟2024年来对比一下，虽然这个制造业这个整体来说还是不如于2024年，整体来说还算是收缩的态势，可是非制造业的部分呢，你会发现这个2025年的上半年现在还是比较差啦，可是到了最近稍微有一点反弹的幅度了，就代表这一波的中国经济的复苏看起来依旧是依赖中国的政策给打出来的，并不是市场自然增长的，在足以说明现在中国的经济依旧是处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就代表这个制造业长期的低迷，代表这个国外的需求看起来不够啦，那这个产能又过剩，加上这个关税的问题嘛，出口跟工业的活动持续受到压力。那非制造业的部分呢，目前的强势反弹代表现在中国的政策确实比较偏向于是推动内需或者是基建甚至服务业的部分。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说，那如果说直接跟中国现阶段的状况的建筑业来做 PK 的话，你可以发现其实如果说比较的是2024年跟2025年的状况，虽然年底才稍微有一点反弹，但是告诉我们有个东西恶化的非常快，就是建筑业这个建筑业的景气恶化的状况非常的快速代表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的状况一直都很低迷包括像是些所谓的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放缓啦，都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再看白色线的部分，白色线的部分单纯来看服务业的 PMI，那就刚才提到的2024年全年都还是维持在51到52的区间，非常稳定。可是到了2055年这个数据稍微有点低，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维持在50左右徘徊。虽然没有缺乏明显的成长动能，但是呢代表这个服务业的活动也没有继续低迷下去，只不过这个消费者的心情不够而已，所以代表现在中国这个整体的内需还是需要政策来扶持。所以综合比较一下这个2024年的时候，过去是建筑业比服务业强，是当时的经济主轴。可是到了现在，因为这个中国的建筑业的 PMI 下滑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呢连带着的服务业的 PMI 似乎也无法独撑大局，所以再度的显示中国的经济目前的支数正在转弱当中。这个提供给大家特别留意啦，因为建筑业的一个萎缩，就代表现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或者是房地产的投资不足，就代表需要更强大的政绩方案。就算是中国这阵子提出一大堆的政绩方案，似乎也很难抵消掉房地产需求持续萎靡的一个压力。那服务业的 PMI 呢，现在还算 OK 啦，但是依旧在龙枯线的数据徘徊，代表现在中国的家庭的消费意愿依旧是疲软的。这个呢跟中国的居民的收入成长放缓以及中国的就业压力上升有绝大的关系。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那现在中国的内卷状况到底有没有改善呢？我们从这里来做延伸来看两张图一张图呢在左边，这张图左边的是什么呢？单纯白色线就是中国交通工具相关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PMI， 那黄色线呢单纯来指汽车制造业的毛利率。你可以看得出来从2023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汽车的价格的年增率长期都是掉到负值以下，甚至来到-2%到-6% 左右代表这段时间从2023年到现在，中国的汽车价格一直在跌，一直在跌所以你才会听到这个 BMW 或者是这个宾士在中国卖的特别便宜，就是因为严重的内卷化。可是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汽车的制造业的毛利率在2024年的高点大概是16%，一直下降到2025年初的12% 左右，就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中国的汽车业正面临着严重的
价格战以及过度竞争，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内卷化，就代表呢过去总哥就说现在中国的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的压缩这种价格下跌就变成常态了。我们再看右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图是什么？右边这张图指的是中国出口的增速，那蓝色线呢是中国的 GPT 的一个平减指数。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黄色线的部分这个出口增速从2021年到2022年，因为全球的需求非常的强劲，当时曾经非常快速的冲高，可是到了2023年之后就急速的下滑，到了2024年只剩下这个微幅的正成长。那蓝色的 GDP 的一个平减的指数呢，反映的正是中国国内整体的物价水准。2024年到2025年持续维持在负值以下0% 以下，甚至来到-1%，就代表中国的经济有通缩的压力。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两张图结在一起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中国内卷化的压力依旧是非常的沉重。因为呢，这个汽车业的价格只是一个缩影，代表中国很多的产业就是因为两件事情，产能过剩以及价格竞争，导致这个企业很难透过涨价来维持利润。就算是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像这种结构性的供需失衡肯定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为什么呢？我们透过民间调查的这个新的叫做Rating Dog 以前叫做财新嘛，现在叫做 Rating Dog， 叫做雷霆狗这个民间的数据雷霆狗的制造业的 PMI 呢是这个黑色线，跟官方的制造业的 PMI 橘色线的走势，咱们来做观察。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的橘色线的官方的 PMI 呢，长期时间都是在50左右以及以下，可是显示官方的这个统计比较属于是收缩区间里面，甚至呢大部分在这个边缘来扩增。可是黑色线的民间的这个 PMI 呢，这个雷霆狗它的整体的数据呢是高于官方的统计，甚至现在已经回到50以上了，代表现在的民间企业对于这个经营景气的感受是有一点乐观的。特别是这个2025年的年中开始，民间的 PMI 就已经出现明显的反弹了，回到龙估值50以下，跟官方的数据形成非常大的差距，也意味着这个所谓的中小型企业或者是出口导向的企业似乎就有一点点率先复苏了，跟所谓的官方的数据，包括像大型国企或者是重工业的这些景气的感受度不太一样。那更从这个过去的2022年到现在，这两组数据就经常出现落差了。所以过去我们常开玩笑这个财新会比较准一点这个官方会比较不准一点。那现在呢，咱们要改个说法了，现在的雷霆狗比官方的数据还要稍微的靠谱一点但是呢，如果说官方的 PMI 偏弱的时候，其实这个雷霆狗这个民间的 PMI 偶尔会出现更强的弹性，特别是2023年下半年跟2025年的上半年，这样的落差就明显的扩大了。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在的中国的制造业，其实民间的感受跟官方的感受是有点分化的。因为官方的 PMI 比较注重大型国际以及重工业，这个数据目前看起来确实比较乏力一点。可是这个雷霆狗这个民间的 PMI 比较可以反映中国中小企业以及出口产业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数据是有点回升就代表这个外需是有点改善，甚至呢这个民营企业的经营的活动更加活跃。但是我要请各位留意如果说中国官方的数据持续疲弱的话，中国可能就会继续加大这个政策来做刺激，特别是这个基础建设以及内需的支持政策。可是反过来说，如果说民间的这个数据就是刚刚提到的改名之后的雷霆狗有改善的话，就代表现在的这个决策者在货币或者是财政的政策上可能会保持观望为什么呢？因为要避免过度的宽松带来金融危机。所以讲完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之后呢，接下来说我们来讲讲中国的股市截至到现在中国股市似乎还是没有出现疲势，但是呢似乎也在这个高档震荡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股市光是这一个礼拜就迎来一波不错的反弹。根据这个彭博经济研究发现这一波股市的上涨，这里头呢中国介入的色彩没有那样的浓厚
各位可能认为不可能啊，但是呢，我们根据彭博经济研究来做发掘你会发现现在中国的国家队的色彩没那么浓厚之外呢，其实中国只是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能间接的提振这个市场。举个例子来说，各位过去应该有提过这个过去释出要抑制产能过剩的信号，就像2025年要反内卷要减少一些国营产业这些产能过剩的问题，那这个呢也会让市场对这个所谓的企业利润率改善有了一个期待。那自从去年9月开始就吸引一些所谓的机构投资人进场的措施也初见成效。因为过去总哥有说过前阵子这个股市的上涨，很多人说哎呀，到底是这个散户又进来了，还是一个假的一个虚胖的行情？那总哥说过，其实散户根本没进来因为如果说你看这个开户数的话其实对比2025年的10月高点2025年的高点似乎还没有回到这么多，更不用说去年的高点。反过来呢，这些对冲基金比较像是什么？闻到这个血腥味一样就跑进来了。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发现这个机构投资人的进场的欲望是蛮高的，再加上呢，这个投资人对中国科技行业的热情再度被点燃了。为什么？就像年初一样年初有什么呢？一个DeepSeek这个 AI 技术的突破，就是中国的一个高光时刻加上这个辉达前阵子在中国的市场遇到一些阻碍嘛，这个呢反倒是加速这个中国国内自主创新的一个进程。甚至呢，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寒武纪这个本土科技的暴涨，但是总哥嘴了一下我不认为这个寒武纪是台湾台积电我们嘴了一下就好了有人说是台湾台积电但是我觉得距离有点远。好，不管怎么讲这个中国光是这个光科技还是有10年的落差，可是这个10年落差会越缩越快可是问题是这些转变叠加起来，共同推动了这一波中国股市的上涨行情。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彭博的研究报告，你看得出来这个蓝色线、红色线、绿色线好多看不出来。图上这个彩色的区块代表什么？紫色线呢代表什么？代表钉钉不是代表中国货币的政策所打出来的。灰色线呢代表中国宏观的一个冲击，蓝色线呢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橘色线是美国的宏观冲击，绿色呢是全球的风险趋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过去这个橘色的框框特别的大块，可是截至到现在这个橘色特别小，代表什么？中国货币政策打出来的行情占比比较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2024年有一波行情大涨嘛，对不对？这个沪深300指数曾经超过一波 40% 的急涨，那个时候主要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宏观冲击。代表什么？代表政策刺激好刺激股市整个往上喷。再来呢，就是市场对于房市经济支撑措施的强烈反应。可是到了2025年初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灰色区块慢慢的往下掉，那行情也跟着往下掉。那什么东西顶上来呢？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啦。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遇到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市场快速的修正，那这个灰色跟橘色线也带来的下行压力，代表中美经济数据这种宏观的关键造成都在影响市场。可是从了5月份开始这个沪深指数开始往上攀升，到了8月底主要涨幅来到 30%， 这个期间的一个阶段的驱动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全球风险的偏好改善，就是绿色的部分。其次呢，才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紫色线，再来就是其他的板块。所以代表这段时间中国的市场的内部的动力反倒是不是货币政策打出来的你会觉得很怪嘛，对不对？但实际上透过彭博的研究就是这样所以这都代表中国在货币跟财政政策上的持续宽松，包括像是降息的预期或者是放宽融资限制等等，这些措施确实有在发酵当中推升市场投资人的信心。但是呢，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不管是建筑业的市场低迷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也显示现在中国的资金更多的是流向股市，
而不是房地产。不过呢，总哥这里还是要泼个冷水啦，我们要讲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才是关键。什么意思呢？毕竟还是要狗跟主人的关系啦。很多人说股市是景气的橱窗，那股市可以跑得快没关系，但最后还是会融为一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透过沪深300的指数白色线的部分，跟中国的官方的制造业的 PMI 橘色线的部分来做一个走势，你可以看得出来过去的2023年到2022年到2023年，这个制造业的 PMI 长期都在50以下徘徊。那实体的经济就是代表处在收缩的阶段。那股市跟 PMI 的走势几乎是如出一辙啦，都是往下行的。那到了2024年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突然的一个讯号，叫做 Polo 成长的一个起义点，代表什么？当时的政府，中国政府这个政策的转向，加大的刺激力度。把这个 point 这个居点戳下去，结果呢，造成这个股市瞬间的反弹，但是 PMI 却是停留在低位，就代表当时就已经出现明显脱钩的现象。那更不用往后说，到了2025年，这个分化又更加严重了。这个股市呢，代表是沪深300持续大涨，甚至突破了4400的关卡以上，显示资本市场对中国的政策跟流动性的乐观的一种预期。可是反观这个制造业 PMI 却依旧在49.5左右，还是依旧低于龙骨指，代表现在中国的实体的经济的动能依旧是不足。所以图中这个图里面的这个红色线就特别强调股市上行，但是实体状况却在走路当中，脱节的现象非常的严重。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一波股市的涨势更多的来自于所谓的货币政策跟流动性的推动，根本不是基本面所改善。那市场呢也很愿意追逐这个风险资产可是呢，对制造业或者是出口以及中国内需的数据并没有同步的反映出来。所以彭博的经济研究都特别说现在中国股市是代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一个快速上涨的表征，那实际上就会让中国接下来的政策前景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股市已经涨了嘛，对不对？到底还要不要刺激下去？不一定，因为呢，经济疲弱是需要进一步的放松这个货币政策。可是股市涨得这么猛，会不会让中国人民银行对增加流动性变得更加谨慎？总哥在这里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因为我要说的是，现在的中国股市不敢说是10年大底的牛市啦我知道很多人会这么说，可是呢，我比较站在所谓的动能这件事情既然是动能，就不关乎到底行情经济是好还是坏了。当然有经济这个基本面改善是最好啦，可是现在就是看不出来虽然这个所谓的雷霆狗这个民间的数据有稍微的复苏一点点，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官方的这个 PMI 还是在下滑当中。所以总要请各位留意基本上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进场，你也可以出场，但是你要放感情大可不必真的大可不必好，那我们聊完中国之后呢，我们再聊回美国的部分。那美国的部分呢，我们先聊一下上个礼拜所公布的美国第二季的 GDP。那最新的修订的一个结果显示，美国的成长比当初预期的还要来得强劲，因为实际的 GDP 从这个初步的估计3%多增加了 0.3%来到 3.3%。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投资跟消费者支出都向上修正了。虽然这个政府支出是向下修正了，可是进口也向下松盛，所以整体来说，现在美国最终销售给民间的数据是成长的。那这个也稍微舒缓一下大家对于美国经济衰退这件事情的担忧大幅的下滑。可是反过来说，讲到了这个经济，还是得讲这个通膨啦。因为上个礼拜最新公布的美国最新的7月的核心通膨数据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多有趣呢？很简单，就是因为7月的美国核心商品的通膨呢，部分的品类这个价格的涨幅确实是放缓了，但是其中有一项就是服务业的通膨确实攀升了。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受到各位听这个就是重点画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金融服务成本的推动造成这个通膨往上提。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投资组合的
管理费上升了。那这张图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美国核心 PCE 的通膨的短期趋势，用了3条线。哪3条线呢？1个月、3个月、6个月的年化移动平均来做追踪。粉红色的一个曲线代表这个是美国联总会2%的目标线。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近不管是哪条线这3条曲线都是再度的往上。尤其是谁呢？尤其是3个月核心的 PCE 再度的回到 3% 以上了。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美国短期的物价压力再度的抬头了。那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美国的服务业的价格的粘性、工资成本的上升以及能源价格反复波动。那这里就是重点了，因为呢，虽然这个核心的 PCE 已经从过去的高点明显的回落了，但是短期的指标的反弹再度的显示，要挑战这个美国联总会心中的2% 的目标，依旧是非常有挑战性。这个呢，肯定会让美国联总会在接下来的政策上面保持谨慎。那既然提到一个重点叫做金融服务成本，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给拉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所谓的金融服务成本呢，跟所谓的 S&P 500这个蓝色线的一个走势来做对比的话，这个要注意这个 S&P 500是滞后的啦，因为呢，毕竟公布这种数据都是上个月的。也就是8月公布7月，9月公布8月嘛。那现在公布是7月所以呢，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7月的走势来做对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基本上他们的相关系数非常的高，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市场的波动加大的时候更加的明显。为什么呢？因为投资管理费用通常都是根据资产的净值以及管理的规模来做计算。如果说股市往上涨的时候，相关费用就会往上走，反向就会下降。可是你看出这张图从2024年的年底到2025的年初，这2条曲线基本上是先大跌快速反弹，特别是什么？特别是 S&P 500先领先上涨，带动的刚才提到的投资综合管理费用头部走高，所以就意味着这个金融服务成本会重新成为核心 PCE 通膨的上行压力的来源，这个就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联总会关注的一个通膨，不单只是来自于商品跟劳务，甚至还要多包括这个金融服务的价格。所以如果说股市持续走高这个投资管理相关费用就会推升核心 PCE， 形成一种死亡螺旋但也不能讲死亡螺旋如果说是好的通膨就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资产价格往上提，金融成本往上提，通膨就会往上提的连锁效应。所以如果说这种通膨压力是来自于资产价格上涨所带动的金融服务的一个费用，那传统过去透过加息的手段可能就不法度就没办法快速的去抑制通膨的上升，就会形成因为你过度的抑制，就会形成金融市场跟通膨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联准会在降息跟通膨之间的控制很难取舍的原因。可是问题来了，那这个通膨那这个就代表大家可能口袋有钱嘛，对不对？那到底美国消费者实际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呢？我们往细部里面去看这张图呢，呈现的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7月的实质个人消费支出细项分布。蓝色线的点点呢这是商品综合的棕色的是服务，那黑色线呢是过去3个月的平均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商品的支出包括像什么汽车零件的月增率大概都超过 4%， 是推升整个商品支出的主力那还有什么呢？娱乐用品、车辆还有所谓的耐久品的家具都有显著的正成长。那比较回跌的呢，是能源相关的商品是出现回落的就也凸显这个能源价格的变动对这个 PCE 的一个支出的一个影响。那相对稳定的是什么？就是刚刚提到的服务业的支出那甚至更不用说这个住宿跟休闲服务的一个月增率大概还有增加 1% 就代表在7月份的时候，美国消费者在旅游或者是服务业上面的一个持续的支出带动 PCE 的上增。那医疗呢基本上是小幅的增长啦可是反过来这个有了 A 就没有了 B 嘛，对不对这个为了出去玩吃这个友善时光也没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张图里面的
餐饮的服务却出现这个下滑，就显示这个暗示这个消费者在非必要的项目上面有一点缩手了。好，可是问题来了，3个月的均值的整体还是呈现在 0% 到 1% 的一个正成长区间代表短期的消费成长，美国的部分是稳健的。那高点呢，主要成长比较快的是汽车、住宿跟娱乐相关的支出。那也显示现在的美国的消费不是全部的增长，是有分化的。那既然是有分化的话，就代表担心，如果说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像餐饮或者是交通服务，假设有放缓的话，会不会消费者在面临一些非必要支出的时候是有所保留的？好，那总哥为什么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我相信你也听不懂啦。这个就是请大家体会一下为什么美国联总会的主席在接生后上面有一点点鸽派的言论因为老实说他也看不太懂，没有啦，他不可能看不太懂，因为问题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每个月的支出我们透过这个美国每个月的一个总收入啦，黑色线的部分跟员工的薪酬的蓝色线的一个月的一个增率来做观察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2025年的一个数据这个黑色线以及蓝色线都是全面的回升。那最新的月增率呢，大概是 0.67%。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不管是整体的劳动收入还是个人的薪酬都在提升当中。那这个呢，肯定会带动这个美国个人可支配的收入的一个成长。那过去2个月的数据虽然这个波动很明显啦，但是长期还是维持在 0.3% 到 0.7% 的区间，代表现在美国就算是你会担心这个经济衰退，可是美国的工资增长是非常有韧性的因为这个工资跟薪酬持续的成长，代表这个虽然这个家庭的收入是有点观望的消费是有点观望的，但是呢，这个代表家庭部门的收入的基础是很稳健的，这个也会间接的来直接的来支撑个人消费的支出，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动能。可是呢，反过来说，这肯定也是通膨压力嘛，对不对？因为呢，如果说工资的增长一口气增长超过 0.5% 的话，代表1个月之后1年之后的年化就可以达到多少 6% 左右。那这个可能就会直接推升到接下来所面临到的服务业的价格，甚至呢那一些需要劳动密集的行业那这个可能让美国联总会一个头两个大嘛，对不对？因为呢刚才提到的这看起来好像这个通膨是因为这个金融资产增长，可是现在来看呢，有可能会牵扯到劳动密集的行业所以这个在判断通膨趋势的时候，肯定要特别的保持谨慎，免得怎么样太早的降息，让这个通膨回扑了所以总而言之，只要告诉各位上个礼拜所公布的7月份的核心的 PCE 的涨幅虽然不大，那这个核心的商品里头也没有到全面上涨的迹象，可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服务领域的通膨压力却在持续的增长当中，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就是各位啦各位赚的很多就想要花多嘛，对不对？因为前阵子呢这个股市的行情就导致这种金融服务的一个费用上涨，推动了这个分项的一个涨幅特别的扩大，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持续推升那个核心的通膨。那虽然消费的物品持续下滑，包括像服务业像服装业这些非耐久材的通膨放缓了，抵消到部分服务价格所带动来的一个通膨的压力，但是呢，美国联总会的主席也直接说了，这个关税对通膨的影响是连绵的未来几个月会继续累积上来所以光是7月份的通膨数据可能还不足以让美国联总会确信接下来的通膨不会因为关税而上升，降息的概率可能也不会因此而改变。那既然是硬数据如此那到底什么数据导致市场期待降息呢？我们来讲讲软的东西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政治面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的动作。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上礼拜讲了一大堆，这是美国川普单方面想要解雇这个美国联总会的理事这个库克因为呢这个就觉得他的一些状况就对了，那市场就认为这些举动直接攻击人家的村庄，攻击什么村庄呢？攻击了美国联总会的一个独立性。那川普自己也说如果说可以把这个库克给解雇掉的话，就可以让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联总会的理事当中取得多数的席位
那这个过去就是他一直在嘴这个美国联总会的主席鲍戈啦，就说你赶紧降息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可是我们真的要值得特别留意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过去的美国总统试着去解雇这个美国联总会的理事啦。那这种做法呢，肯定会直接冲击到美国联总会独立性的核心，可能会让市场有点担心当然最高的法院虽然在过去有裁定说会保护美国联总会啦，但是呢这个库克也提告了这个就要考验接下来最高法院的立场。可是有趣的是什么？现在市场上认为现在大家可能就不太担心这个所谓的美国联总会反映这件事情为什么呢？那就是有 42% 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干预了美国联总会独立性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各位应该是没有感觉啦所以呢好像还没有反映到金融市场价格当中。好，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突然宣布要吊销相关的许可证造成这个三星的电子跟这个 SK 海力士这两家韩国公司股价在今天一样就是下跌了。那这个意外的宣布呢，也会打击这两家韩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就在中国有些营运了，那都是有受到这些豁免的。那这个距离豁免到期日只有120天也没关系，可是有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似乎都要重新申请这个许可证才能继续盈利好，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政治手段什么样的政治手段呢？就是这边东升一点，东右升一点那这些呢也会让这个软的数据让市场的体感上严重的分歧。什么意思呢？过去总哥就说过，现在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基本上非常的有趣因为党派的分歧就造成大家的体感不一样。那这个呢是单纯把这两个这个差距直接用柱状体来做观察。你可以看得出来过去2016年到2022年的川普任期之内，这个党派的分化就非常的扩大这个执政这段期间那后来呢这个拜登上来之后稍微的有点舒缓，可是反过来呢2025年的年初又开始分化了。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现在的共和党的支持者的信心普遍是高于民主党。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美国总统的减税的政策有关，跟这个所谓的放松监管有关当然跟美股强劲的一个表现有关啦。好，那反过来说呢，会不会现在比较偏好风险资产的是共和党的人，那比较偏好风险资产的比较偏好这个所谓的避险资产的反倒是民主党的人呢？我们不晓得。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就是软数据的一个差别啦。那既然这个所谓的消费者信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指标的话，反倒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一个情绪指标的话，那对市场而言，如果说单看这个整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还可不可以去准确抓到实际的消费者力道呢？好像就不太行了嘛，对不对？那既然不太行的话，就请大家留意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更大一条的是什么？就是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了，现在美国川普总统所实施的全球关税，依照这个过去的紧急法来做办理的话是违法的。那这个呢肯定是对川普是一个大挫败啦因为过去都认为最高法院是站在他身边的嘛，结果呢这个法官在案件审理的期间他认为虽然是违法的，可是呢可以让关税继续生效，就继续法律战下去但是呢他们建议任何的激励可能只会缩小范围，或者是只适用那些提高的公司。提高的公司有哪些呢？过去有讲过2家玩具公司啦。可是问题来了，那现在很多国家都跟美国达成宽价式的一个协议，那甚至现在还在谈判嘛，对不对？像台湾都还在谈判，现在却不知道怎么样何去何从。甚至说如果说这个裁决适用到美国总统川普的解放日所释放出来的对等关税，那是不是也影响到这个对墨西哥、中国或加拿大这个扩增的额外关税呢？那更不用说现在所提到这个后来8月1号课的这些对等关税，那如果说最后裁定是要还税的，那怎么还？那会不会造成美元的更加不信任？那这个恐怕是压力山大的问题总哥只是要请投资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呢肯定要聊一下这个
9月魔咒啦。那9月魔咒早上的新闻很多人都讲过了啊，我相信一大早从新闻的标题，从 YouTube 啊这个大韦伯都讲过了啊，不管是新闻的标题还是大的财经组哦，都提到这个9月的魔咒。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历史的数据显示确实9月份是美股表现比较弱的月份，光是标普500在9月份下跌的概率就高达6%。就代表平均甚至平均的跌幅来到负的 1.17%。 那这个会不会令人很惊讶呢？那更为惊讶当然我并不是要讲这张图，更为惊讶的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假设是美国总统选后的第一年表现呢，也就是从1927年到现在这个9月下跌的概率更是高达58%。平均的跌幅更是来自 1.62%。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再度的往各位下这是什么呢？我们再往细一步去看的话如果说过往的数据来说的话，从标普的500从1950年到现在，假设每次创历史新高，或者是在过往就当年创历史新高，只要过往的8月上涨这13次来讲的话，接下来9月却只有上涨3次也就是13次里面，假设9月要上涨的话，概率更低，甚至呢这个跌幅的中位数来到负的 1%。可是总要说的是，9月份顾起来长期被视为美国的危险月，原因有很多啦。主要是因为前面可能赚太多了稍微的获利了结一下涨多就是下跌的最大的凶手嘛。可是不能这么说，或者是说呢，有些基金经理人想要做这个所谓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减少这个风险部位，甚至有些投资人这个开学要缴学费嘛所以呢，为了年底的资产配置而调整而提早卖出。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的重大的事件，包括像金融危机或者是货币紧缩等等，确实在这个历史的鸿沟里面，常常都是在秋季来做爆发。那这个呢，也会加深大家的心理预期，造就这种长期以来的惯性。可是短期来说，这个9月份下跌的风险到底多不多我们来看这个波动率来做观察。什么叫做波动率假设这个波动率放在股市身上，通常是不好的东西啦因为股市的波动上提，就代表股市这个卖压的恐慌是往上提的。那这张图呢，很显然一样把过去1990年到2025年，然后特别排除掉2000年、2008年跟2020年这种极端的年份。结果你细部来看，你会发现从这张图来看，这个 VIX 指数跟过去我们讲的都差不多啦。从这个所谓的谷底大概7月份左右，从8月份、9月份甚至到10月份，几乎都是往上攀升。所以总哥并不是要恐吓大家，这个都是我们过去老生常谈的，讲过太多的，各位都不在意啦反正这个大伟 YouTube 讲你们都相信，总哥讲当作是屁为什么呢？因为总哥说过这个男生比较喜欢比较啦那这个女生可能稍微的比较听话一点。那上个礼拜刚过完这个情人节嘛，对不对？有一天呢，这个小明在这个冲刺完之后随口问一下他的女朋友说：“哎呀，亲爱的，我今天表现如何厉不厉害啊？”这个女生比较听话，就害羞的说：“如果说以平均值来说的话，小明你还算不错啦。”所以总归要说的是并不要在意过去的惯性，但是我们放尊敬重点要把焦点放在眼前。为什么呢？最为关键的应该是这张表啦。这张表是什么呢？这张表呢，就是过去总哥所说的咱们把这个7巨头的一个平均波动跟中小型股来做比较。那你会发现上一次这个所谓的等值权重的标普500跟加权标普500的比值的波动来做比较的话，那通常这个往上提啦，就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小型股的波动比较大结果呢，几乎是跟7巨头的波动是一个近色。结果呢，落在什么时候？大概就8月初7月底的时候，当时的股市差不多也是顶到相对的高位。可是呢经过大概1个月过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型股所代表的波动却在往下掉，可是呢7巨头的波动却在往上提。还是老话一句，波动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因为至少到现在这个7巨头的波动似乎还没有压头压下去啦。可是呢，历史终究是历史总哥并不是要恐吓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只不过是加速重复。我们再看这张图这张图过去也拿出来很多次吓大家嘛。为什么呢？
总哥直接把这个2018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标普500的走势图黑色线的部分，跟现在的第二次的中美贸易战，当然现在不是中美贸易战啦，是美国单方面的一个地图炮所导致的 S&P 500的一个走势图，结果一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什么意思呢？你跟2018年来做对赌不是对赌，来做叠加图的时候，你发现如出一辙这个年初往上走，到了4月往下跌，后面正在往上爬，现在要进入9月了9月在这里那2018年呢2018年基本上还跟了一下所以更为令人惊悚的反倒是2010年反倒是10月份不是2010年，讲错了，反倒是2018年的10月份，因为当时这个中美贸易战谈崩了嘛，所以股市整个往下掉。可是总哥要讲的是说，当然9月份很多事情有这个所谓的超级央行周有美国有日本，尤其是日本日本在美国后面再加上台湾也要决定接下来的利率方向了，那加上呢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暂缓钮按下去了，延长到什么时候呢？我不讲你们不知道啦，延长到2025年的11月。可是问题来了，中间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变数。那既然有很多的变数尤其是其中有一个总哥要吓吓大家的就是9月份美国的企业要交第3季的预估税。什么叫做预估税那我讲白话了，就是有大量的资金会流向政府的手上，那就代表银行系统的流通性会被抽掉。那会被抽掉会想到什么？过去总哥说的这个 RP 还记得吗？你一点都不关心根本不重要。可是呢我一讲这个故事全部兜起来，好像鬼故事一样，对不对？因为这个所谓的银行准备金准备率在9月15号到16号左右会见到谷底。那如果说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季底的银行要整理财报，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货币市场的资金变得比较紧张所以呢我只是要恐吓大家，请大家怎么样多加留意一下就对了。好，那我们最后呢讲讲这个黄金为什么这个黄金最近应该都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根据这个黄金跟油价的比值现在来到过去所见到的历史第3高位，来到 53.6 倍，代表现在的黄金特别的贵，现在的油价特别的便宜。那各位也觉得很怪哎呀，这个黄金跟油不是都是代表通膨吗？那就代表通膨那油价为什么上不来？那或者是油价会不会代表是未来的景气比较衰卖或者是现在是单纯的供大于需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把它简单化，直接把黄金跟油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上次创高的时候是什么？因为2020年的疫情爆发，等油价破底，当时都很恐慌所以政策不确定性把黄金推高而所导致。那现在呢是低于当时的第3位更高还有在前面那现在呢大概是 53.6 左右。所以呢总哥要请大家密切关注这个所谓的金油比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通膨指标。那这一次呢已经连续的攀升超过3年以上了，就代表现在的市场其实比你所想象的更加担心长期结构变化之下的通膨会卷土重来。那我们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单纯来看油价跟现在的美国债券的殖利率来做比较，你会发现这个债券殖利率用大家最熟悉这个10年债券殖利率啦。那这2条东西呢你会发现几乎是镜像一个涨一个跌，一个涨一个跌，所以呢偶尔会有背离，但长期下来都是同一个方向。那现在呢油价看起来好像还在往下嘛，对不对？那这个10年的债券殖利率也在往下当中，就代表什么？代表现在的市场虽然油价没有体现出来，可是呢依旧在关注通膨的回升以及现在油价的关系啦所以呢总哥只要恐吓大家，传统上因为油价的上升照理说会推升通膨，进而拉高殖利率，可是这2年油价的下跌不但没有带动殖利率下滑，反倒是债券的一个驱动的因素转向了这个所谓的美国财政赤字，以及美国这个所谓的债券的供给压力，还有美国联总会的政策的预期
油价走低呢，反倒是比较铁证的印证现在全球对油价的需求的疲软，以及这个供应过大的一个状况所以请大家多加留意好，那总哥这里总结一下现在是9点49分。那今天讲的非常的多啦，主要是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没开指，所以说的是我们纵观今天的观察这个中国的经济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依旧是结构性的一个失衡中国的制造业持续低迷，单看中所谓的内需跟股市看起来非常的热闹，可是却缺乏长期的动能，所以各位千万还是不要放太多感情，好吧？就用点动能的角度来看就好了。那反观呢，这个美国，虽然这个美国的 GDP 是上修了，展现它的经济，那这个美国的降息的时间点或许没有各位想象的这么乐观，反倒是会的拉锯。因为这个礼拜有更为关键的所谓的非农的数据，就在礼拜五。这个礼拜五肯定是上一次吓死大家的那一次之后的第2次了。那这一次呢，是把这个劳动局的人给开除掉嘛，所以就看这个数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啦。那再加上美国川普的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不但对这个关税的挑战，也是对法院的挑战。那再加上9月过去惯性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效应，使得这个市场的波动或许会进一步的放大，再加上黄金最近的强势表态，加上油跟债的一个背离，更是提醒我们现在的资金或许不像8月一样如此的乐观，请大家多加留意，保持谨慎，控制好风险。好，那现在是9点51分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市场表现。那现在的台股呢是小涨涨了 0.32%， 涨了70大点左右。小 S&P、小纳斯达跟小索罗素呢，今天美股不开了，这个是期货盘，涨跌互见那其他市场我就不多说了。那外汇的部分呢，也是涨跌互见。原物料的部分呢，黄金，等一下卡住等一下卡住好了，行情太闷了黄金。好，我们来看看黄金的部分。这个12月份还没有创历史新高啦，但是近月的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两边涨真是鼓励。好，以上是市场概况，那我们来进入 Q&A 时间。好，那我们一样请小助理出来。好，那小助理出来讲完之后呢，总哥再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因为今天美股被开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讲慢一点。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在左边留言，我能答的就尽量答，我不会答的那尺度的问题再私下问我就好了。好，那我们进入这个时间。到我了吗？等一下，节目虽然播完了，但我还是有话想要跟你说。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群益期货金牌团队的刘心如。有些人可能以为节目一结束，大家都下线了，对吧？其实我们金牌团队是一直都在线上，不管你是第一次接触期货，还是想要了解开户的流程、交易工具、相关的服务，甚至只是临时有点疑问，想要找个人聊聊、问问看，我们都会在，真的都找得到人。有时候做交易真的蛮孤单的，盘在动，心在飞，钱好像也不知道飞去哪里了。但不管你的心情多混乱，方向多不确定，只要你一想到金牌团队，我们就会像神灯一样咻一下就出现。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懂期货，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人慢慢摸索到半夜，所以我们才更想成为那个你愿意问、敢放心交给我们的团队。户流程我们清楚的跟您说明，你搞不懂保证金，我们告诉您要怎么查询，平台操作卡住，来，我们画面一步步的教，我们不催促你下单，也不会硬叫你做单，我们提供你正确的交易资讯，让你自己做出最舒服的决定。这就是我们金牌团队一直在做、一直相信的事。不管行情怎么震，指数怎么飘，外资怎么跑，你只要记得我们一直都在，不是冰冷冷的线上客服，而是会记得你的名字、你的生日，会回复您的讯息，甚至在你快放弃自己的时候，再多给你一点新的金牌团队。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期货开户，或者身边朋友也有在观望，真的可以来找我们聊一聊，我们超级欢迎你的加入。而且找金牌团队开户还能享有9大好礼，只要找我们开户就可以解锁新手线上课程、海外期货教学课程、选择权操作教学、个股期的进阶课程，过21堂的线上课程。还没有完哦，我们还可以享有每日1篇全球市场的操盘笔记，24小时线上社群，让你不孤单。再加上金牌团队全方位专业的服务跟1对1的贴心教学，你还能无限浏览我们网站上面金牌一江网志，里面有还有这么多的资源跟服务，都是为了让你更安心，学习更有方向。谢谢你今天的收看，也谢谢你愿意陪我们到最后。我们是金牌团队，我们下次见，拜拜。好，感谢小助理哦。那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人说这个，看一下。好，有人说这个融资啦，这个过去有讲过了，这个过去讲过了啦，我不太想讲了啦。这个过去融资讲过，就现在中国的融资确实算高，可是如果说你把中国的融资跟它的这个占这个成交量的比值来说的话，确实相对低啦。但是呢，已经来到去年的10月高位了，所以基本上你只能说啦，这个融资确实开得蛮快的，但是还是开得不够多。那这个过去总哥也解释过了，就是说，这个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是对冲基金，散户看起来是没进来啦。为什么想到这里这个开户的户数是差太多了啦。就是说截至到这个 A 股的，根据这个上证这边有图嘛，7月底的时候开户大概195户，跟去年的高位来讲600多户来讲有点多啦，但是是不是套牢我就不知道了，这样懂意思哈。好，然后再就是融资刚才有讲过了嘛，这些都讲过了啦，还有什么问题吗？有看我们节目应该看久都知道啦，我并不是要看衰中国啦，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看好啦，可以这么说嘛，所以用动能去看就好了。就是说我们比较朴实无华啦，就是我没办法怎么恐吓大家崩盘也不是也不当牛市来了也不是我都不是。好啦，有人说这个专心听内容，专心听总哥开车，但有时候看到总哥的尾戒分心，这个尾戒很让人容易走心。走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局总哥已经布了2-3年了，兄弟就在这个黄金的期货价格近月的创下了历史新高就可以知道这个局布了2年多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人说网络卡卡的，刚才好像真的卡卡的，刚才突然那个网络突然跳了一下。有人说 M1B 是属于领先还是落后？都是落后这种所谓的这个事后公布的数据都是落后了那所谓的领先你要看它是属于是哪方面的，但是 M1B 这种资金肯定是落后了。可是问题是你要看它是不是底部翻扬过去我们在上个月就已经提过了这个中国的 M1B 从底部开始翻扬了，当时的股市还没涨所以只是告诉大家不要小看中国但是我也不是教大家抄底，我没那么厉害咱们都是动人仔啦。好了，就先这样那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今天讲的特别多现在是9点58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记得离开之前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明天晚上9点盘中速解读，再见，拜拜。